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军队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乌军核心阵地斯拉维扬斯克，有法国士兵在打击当中负伤，已经被救护车送往巴甫洛格勒。近期有报道称，法国外籍军团第3步兵团第1批特遣队100多名炮兵侦察专家和工兵顾问已经抵达斯拉维扬斯克，结果法军刚到驻地就已经被俄罗斯地下组织发现，俄军导弹在警报声当中精确命中法军驻地。俄罗斯情报机构驻尼古拉耶夫地下组织协调员谢尔盖列别杰夫已经确认了这一次袭击行动。为了不让外界发现，救护车直接把法国人送到了巴甫洛格勒医院进行治疗。法国这一次出动的不是普通步兵，而是炮兵侦察专家和工兵顾问。与此相对应的消息是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法国新一批凯撒155毫米卡车炮已经送到扎波罗热。法国炮兵侦察顾问将在从恰索夫亚尔一直到扎波罗热地区指导乌军对俄军目标进行远程精确轰击。但是在俄罗斯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这些法国军事精英很有可能将会被俄罗斯一次次精确打击全部消灭，这可能将导致战争升级。法国西北风、响尾蛇和罗兰防空导弹部队将进入乌克兰战场，为乌军重兵集团撑起对空保护伞。如果乌克兰真的打得风生水起，那北约也就不用出手了。现在很明显，乌军正在越来越无法阻挡俄军的前进。北约对俄罗斯的精心布局终于要开始了。北约国家已经有人提出，美国战机可以在中东地区为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与无人机，那么西方空军为什么不能保卫乌克兰的天空？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协会发言人彼得·斯塔诺表示，西方国家空军会不会进入乌克兰执行防御任务，这一决定将取决于各个成员国。斯塔诺表示，欧盟不参与保护领空，但是各个成员国可以使用自己的空中力量参与此类行动。欧盟的任务是确保向乌克兰供应自卫所需的一切物资，这其实就是放开约束，各个成员国都可以像法国、波兰和英国出动小规模部队一样，向乌克兰派遣空军力量，在乌克兰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禁飞区，不参与进攻，但是负责保护乌克兰上空，拦截俄罗斯导弹与无人机。那么西方为什么开始策划向乌克兰出动空军战机？美国最大军工集团洛马集团副总裁马尔默已经抵达乌克兰，正在与泽连斯基讨论技术转让和生产合作。德国莱茵金属集团、法国军工集团已经确定要在乌克兰建设装甲车、炮弹和维修工厂。美国已经批准荷兰援助24架 F-16 战机，挪威援助22架 F-16 战机，丹麦援助19架 F-16 战机，另外比利时和希腊也要援助一批 F-16 战机。乌克兰国防部长卡梅申在会见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代表团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将会把海王星导弹射程增加到1000公里，产量增加10倍，将会使用西方惯导加 GPS 导引头。现在乌克兰有钱制造导弹了，欧盟上个月给了45亿欧元，这个月给15亿欧元，下个月19亿欧元，还有日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给的美元。北约精心布局已经开始，第一步就是利用北约空军建立禁飞区，保护乌克兰军工厂和军事基地，再由西方军工集团加强乌克兰武器弹药生产能力，强化乌克兰空军前沿打击实力。北约空军将直接保护乌克兰射程1000公里新型海王星导弹仓库和发射阵地，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莫斯科、库尔斯克、罗斯托克州的炼油厂、军工厂、弹药库和后勤中心进行远程导弹突袭。而现在北约还只是出动了少量部队和军事顾问，随着战争的继续，北约下一步就是建立禁飞区，与乌克兰如成立联合司令部，派出指挥机关，派驻全俄部队整建制驻守在奥德萨、哈尔科夫等关键区域。从北约机动兵力看，德国有6个旅，法国4个旅，英国4个旅，东欧国家有大约8个旅。美军在欧洲有2个师级规模部队，美国将负责全面统筹海空支援任务。第一线全部由乌军作战，北约军队负责2、3线防御以及后方制空权控制，让俄军投鼠忌器，降低俄罗斯空袭威力，将战场压缩在公投4州区域以内。北约空军将掩护乌克兰大后方西方投资的军工生产，在公投4州狭小区域内持续与俄罗斯打消耗战，遏制俄军大规模进攻，不让俄罗斯夺取哈尔科夫、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等关键区域。消耗战需要有自己的战争策，并以杀伤能力为中心的方式进行。消耗战不像机动战那样以地形为中心展开行动，消耗战的关键
是可以补充损失的大规模工业产能。俄罗斯的背后才是世界最大工业产能，